你们知不知道愤怒的香克斯有多恐怖吗？将一个国家彻底毁灭，还差点干掉2位海军大将。香克斯给人的感觉是一位性格随和的逗逼大叔，在马奇诺的酒吧里整天打趣小屁孩路飞，没有一点大海贼的架子。面对山贼王西格来闹事，主动送上1瓶酒，被对方羞辱一番后，香克斯也没生气，反而大笑起来。即便脑袋被敌人用枪指着，他还是一脸轻松的模样。但愤怒起来的香克斯是真的恐怖。12年前，香克斯率领红发海贼团带着养女乌塔来到东海。有一次，红发海贼团去艾雷吉亚冒险，回到东海时，乌塔已经不在船上。香克斯和船员们的神情也很低落，好像发生了什么重大变故。后来报纸上出了一则新闻，香克斯毁灭了艾雷吉亚王国，民众被全部杀害，无一幸免。在世人的眼中，香克斯是海贼王罗杰的船员，也是一名十恶不赦的海贼。只要他愤怒起来，毁灭一个国家也不足为奇。卡普也对香克斯的行为不满，毁灭一个国家确实有点过分。战国甚至还说了，如果罗杰知道此事也会流泪。后来我们才知道，毁灭艾雷吉亚的不是香克斯，是他的养女乌塔。他召唤出了歌之魔王，艾雷吉亚也是被歌之魔王毁灭的。路飞在鬼岛屋顶击败世界最强生物凯多后，红发海贼团也恰巧来到了和之国近海。得知大将绿牛准备对路飞等人下手后，香克斯彻底愤怒了，释放超远距离的霸王色攻击绿牛。他质问绿牛，就那么害怕新时代的嫩芽吗？绿牛也感知到了香克斯的愤怒，什么也没说，乖乖地离开了和之国。假如绿牛敢继续攻击路飞等人，先不说能不能打败草帽团的4位强者以及罗和基德2位果实觉醒者，香克斯也会出手干掉绿牛。在剧场版红发歌姬中，乌塔利用哥哥果实再次召唤出歌之魔王。世界政府得知此事后，随即派遣了黄猿等一众强者。他们知道歌之魔王的破坏力不逊色任何一件古代兵器，只要抓住歌姬乌塔，就能将歌之魔王收归己用。看到女儿的生命受到威胁，香克斯真的愤怒了。挡下8尺琼勾月后，瞬移来到黄猿身前，用刀架在黄猿的脖子上。但凡黄老爷子敢多说一句话，香克斯必定会取下他的脑袋。盘点恶魔果实觉醒的3个副作用，看完你就知道凯多为何不用觉醒打路飞了。第一个，消耗体力，越是强大的招式对体力的消耗越大。当年路飞开发出3档，每次使用过后都会变成小孩模样。后来开发出更加强大的4档，每次使用后都会体力不支，10分钟不能使用武装色霸气。果实觉醒对于力量的提升更大，消耗的体力也应该更多。卡塔库利对战路飞时，没有确认是否干掉路飞，也要去吃甜点下午茶，或许就是为了补充体力。还有罗在鬼岛对战4皇大妈，没有1-2个手术果实觉醒招式，就告诉基德没有体力了，也能印证了恶魔果实觉醒对体力的消耗非常大。第二个，消耗寿命，用寿命换战斗力，在海贼王中也是一种常态。对恶魔果实开发的越深入，能力者就会消耗一定的寿命。罗在德岛对战鸣歌时说过，他把 room 开得特别大，对生命有一定损伤。在鬼岛战争时，4皇大妈消耗1年的寿命，让自己变得更加巨大，战斗力也提升了一个档次。果实觉醒也会对寿命造成损伤。鸣哥对战路飞时用了线果实觉醒，战败后被关入海底监狱。可以看到鸣哥变得更加苍老了。路飞觉醒幻兽种尼卡果实后，虽然将凯多暴锤了一顿，自己也变成了一个苍老的小老头。好在路飞拥有解放之骨，只要心脏跳动起来，就能从小老头恢复成精神小伙。出海至今，路飞已经很多次消耗过寿命，尤其是在推进城中，路飞中了麦哲伦的剧毒，消耗了10年的寿命，才被伊万科夫救回来。路飞对3种霸气的运用已经是最高级别，外加拥有传说中的幻兽尼卡果实，剩下唯一的缺点就是寿命不足。不过有罗的手术果实在，可以给路飞做永生手术，但路飞会不会接受还是一个问题。第3种，丧失语言，海底监狱的狱卒兽也是动物系觉醒者，他们属于被动觉醒，在小萨蒂的摧残下被动觉醒了恶魔果实，速度、力量和恢复力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，但相比正常觉醒的动物系能力者，战斗力还有很大差距。被动觉醒有一个缺点，让狱卒兽丧失了语言能力，整天挂着2行鼻涕，给人一种傻乎乎的感觉。凯多不用果实觉醒打路飞，难道是害怕觉醒后像狱卒兽那样吗？你可能不知道香克斯拥有多深厚的实力，马尔科才是最清楚的人。鹰眼与香克斯是敌人，也是好友，两人有过一场传说级别的战斗，据说是不分胜负。不过在香克斯失去左臂后，鹰眼便不屑与他决斗，也是认为香克斯变弱，打不过自己了。时隔多年，白胡子再次见到香克斯，对香克斯当上4皇很赞赏。当谈到香克斯的左臂时，白胡子还是有点惊讶，他不能理解如此强悍的香克斯居然会在东海失去一条左臂。与罗杰海贼团斗争几10年，卡普对香克斯的战斗力也算了解，
在汽水之都时，卡普告诉路飞，香克斯并不是什么温柔大叔，他与白胡子一样，是称霸新世界的海上皇帝。来到马林凡多，香克斯挡住赤犬的岩浆拳头，卡普露出惊讶的表情，也佐证了香克斯强大的战斗力。同样被震惊的还有赤犬，见到香克斯后，赤犬对战白胡子的嚣张气焰荡然无存，看着香克斯放走路飞，也是一个屁都不敢放。当香克斯要带走白胡子和艾斯的遗体时，海军元帅战国立马同意的，一是认可香克斯的人品，二是认可香克斯的战斗力。如果不同意，海军也打不过红发海贼团。黑胡子与战国有同样的看法，面对香克斯打一架的要求，黑胡子只是嘴上调侃了几句，还是带着手下乖乖走了。对于乌老星来说，香克斯是不得不忌惮的人。当年香克斯与白胡子接触，乌老星的表现非常紧张，认为香克斯一旦蠢蠢欲动，就会成为很棘手的敌人。同时乌老星也安慰自己说，香克斯不会为了私欲去搅乱世界。在世界会议期间，乌老星特意腾出时间见香克斯，是给面子，也是忌惮香克斯的实力。马尔科与香克斯从小就认识，当香克斯登上白胡子的船时，马尔科立即提醒同伴，让新人快点躲起来，没有足够的实力，无法在这个男人面前保持清醒。见到香克斯对白胡子动手，马尔科认定他不会干蠢事，算是认为香克斯有匹敌老爹的实力。和之国战争结束后，香克斯用霸王色攻击绿牛，让赤犬找来的怪物灰溜溜的跑了。随后香克斯再次邀请马尔科加入自己，小马哥的回答是不想再给大海贼当保姆了。是认可香克斯与白胡子一样强大吗？为了让路飞当海贼王，你知道海军大将们都有多拼吗？他叫库赞，代号青雉，热血的内心被赤犬一发炮弹浇灭。得知路飞是卡普的孙子，青雉决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即便将路飞冰封，也没有剿灭草帽一伙。见到赤犬要对路飞出手，青雉立马上前阻拦，甩出一记冰刀，也只是打中路飞的胳膊。在路飞逃离马林凡多时，青雉将整个海面冰封。是杀路飞还是防止海军去追捕路飞呢？他叫波鲁萨利诺，代号黄猿，海军大将中最懒的一位。只要路飞有难，他就会申请出差加班。路飞一拳揍飞天龙人，黄猿马不停蹄地来到香波地寻岛，踢超新星用光速踢，一脚一个，瞬间撂倒4个。打索隆却在练习高抬腿，要不是雷利赶到，黄猿的腿铁定是麻了。在马林凡多，黄猿彻底亮出路飞舅舅的身份。当路飞来到3位大将面前，黄猿二话没说，一脚踹了回去。看到2位中将围攻路飞，黄猿又是一脚给路飞踢到白胡子的手中。明明能用激光打中路飞脑袋，黄猿偏偏打断了一把钥匙。担心青雉冻住罗逃走的路线，黄猿甩出一招8尺琼勾玉，将所有冰块击碎，却没有一处激光打中潜艇，也才有了海米口中的8尺描边玉。他叫医生，代号藤虎。遇到路飞，他决定赌一次，把拯救德雷斯罗萨的希望寄托在路飞身上。路飞打败多弗朗明哥后，藤虎没有出兵抓捕，在贺中将的压力下，藤虎佯装攻击，却为草帽团顺利出海扫平了道路。他叫泽法，前海军大将。为了消灭所有海贼，泽法成立恩伊欧海贼团。得知路飞是卡普孙子后，泽法决定放他一马，将梦想压注在路飞身上，期待这个世界能得到改变。他叫战国，也曾是海军大将，代号路飞二爷爷，也可以说是路飞的奶奶。每一次路飞闯祸，只要卡普拿出新买的茶，战国都会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也不得不当众打假拳，一巴掌将整个黑胡子海贼团拍吐血，却只能将3党路飞打漏气。他叫萨卡斯基，代号赤犬，也是最想干掉路飞的人。在顶上战争，赤犬一人对抗众多强者，也要干掉龙的儿子。当上元帅之后，赤犬也变了，让绿牛去和之国善后，特意强调不准对路飞出手。难道说赤犬也懂人情世故了吗？你们知道吗？让白胡子和乌老星都忌惮的凯多，居然被小巴街鄙视了。陪同罗杰当上海贼王后，玉田打算回到和之国处理凯多。临行前，伊雷询问玉田要不要帮忙。小巴西和小香克斯在一旁起哄，也想去和之国找凯多打一架。年轻的雷利有对抗凯多的实力，巴基和香克斯去打凯多，显然有点自大了。即便是玉田本人，也认可凯多的实力非常强大，战斗前便做好了必死的觉悟。在艾斯眼中，没把凯多当成世界最强生物。为了救一群孩子闯入鬼岛，甚至扬言要把凯多干掉。与大河打了一架后，艾斯回到了白胡子的船上，他想请老爹带队讨伐凯多。马尔科和以藏对此很兴奋，都想去和凯多打一架。白胡子却揍了艾斯一顿，指责艾斯不清楚凯多的强大。即便白胡子海贼团全员出动，打赢凯多也不会那么容易。小时候的香克斯没把凯多当回事儿，长大后依旧没把凯多放在眼里。得知凯多和晋想去马林凡多，红发海贼团立马出动，将2人拦住。从香克斯毫发无伤来到顶上战争看，击退凯多并没有花费太多力气。大妈和凯多是老相识，也很清楚对方的实力。
在大妈眼中，赏金达到15亿的路飞完全不是凯多的对手。大妈不远千里来到和之国，也是认可凯多有实力做盟友。在卡普看来，大妈和凯多联手很难对付。相比40年前，两人的实力都变强了，现在的自己也没有办法应对。对索隆来说，有2场战斗让他绝望，一场是在东海对战鹰眼，他用尽全力也不能触碰到对方；另一场是对战凯多，使用最强的招式阿修罗王者系，也只给凯多留下一道伤疤而已。路飞初次遇到凯多，便看清了与对方的差距，拿出全部的实力战斗，还是被凯多一招秒杀。掌握霸王色缠绕攻击后，路飞对战胜凯多有了一些信心，认定只要继续攻击就有获胜的希望。在觉醒幻兽种尼卡果实后，路飞已经能很轻松应对凯多，战斗时还不忘调侃凯多挨揍是不是很好玩，是自信实力比凯多强了吧。对控制世界的五老星来说，凯多也是让他们忌惮的人，让 CP0 去干掉路飞时还在担心会因此得罪凯多，如此也能看出凯多作为世界最强生物并不是浪得虚名。为什么说大妈皇是最弱的四皇呢？他与3位皇父交战，居然一场没赢。为了抢回被娜美从蛋糕岛拐跑的宙斯，以及取下第5皇路飞的脑袋，大妈带着半个比格莫海贼团，不远千里来到和之国，还没登陆就吃了盐灾尽一记2踢脚，海贼船翻了，自己也跌落大海之中。上岸后，大妈已经失去记忆，把小玉当成好朋友，来到兔碗监狱，见到赏金超13亿的奎因，大妈为了一碗红豆汤发起攻击，奎因显然打不过四皇，被狠狠揍了一顿后，却意外将大妈锤晕。随后将大妈五花大绑送到老情人凯多的府邸。鬼岛战争爆发后，大妈遇到白胡子海贼团的皇父马尔科，用灵魂制造的霍米兹也没能扛住蓝色火焰的攻击。一番交战过后，大妈趁机锁住小马哥的喉咙，随后却说现在没有杀掉马尔科的东西。面对区区皇父，大妈的话语确实有点怂了。2位四皇对战5位超新星，在鬼岛屋顶开打。凯多与大妈联手攻击，让超新星们感觉如同天灾降临。面对草帽团的皇父索隆，大妈也没有占到便宜，最强技能霸海被索隆舍命挡下了几秒钟。随后基德用呲呲果实的能力困住宙斯，普罗米修斯被索隆大卸8块，罗斯将大妈从鬼岛击落。回到城堡内，大妈立刻变成草帽团的名誉船员，一拳霸王色缠绕，直接送走凯多的部下佩吉万，又用一记霍米兹联合技能明光炮割掉美女乌尔提的一个腰子。最重要的是把宙斯彻底送给娜美，让天侯棒的威力得到史诗级加强。在与基德和罗对战时，大妈一直占据优势，将2位超新星逼入绝境，迫使对方不得不使用果实觉醒能力。罗将肉木附在刀上，从大妈身体内部造成伤害。基德利用磁力赋予，让大妈变成磁铁，被成千上万的铁器活埋。被重伤后的大妈彻底愤怒，吸收周围人的生命恢复伤势，甚至消耗1年的寿命来让自己的战斗力变得更强，重创集合罗。就当大妈以为战斗获胜，想要去鬼岛屋顶帮助凯多时，奄奄一息的罗再次使用觉醒能力，40米长大刀贯穿大妈身体。基德也使用磁力炮连续发射，将大妈从空中击落。坠落鬼岛之前，大妈还带走了火前坊和凯多储备的炸药，在罗制造的巨洞中，一代四皇夏洛特玲玲陨落在无声的爆炸中。你知道吗？这个把山治按在地上摩擦的人，居然是海贼王中最忙的角色。他叫阿金，是克里克海贼团的战斗总队队长。因为性格冷酷，就算敌人跪地求饶也会被他干掉，因此被称为鬼人。从海军手中逃走后，阿金来到海上餐厅巴拉蒂，因为身上没钱，他被从餐厅赶了出去。山治却为他准备了一份蛋炒饭，阿金流着眼泪说那是他吃过最美味的食物。为了救自己的伙伴，阿金将克里克船长带到海上餐厅，他没有想到克里克居然打算抢走哲夫的餐厅。阿金的内心非常不情愿，但面对船长的命令，他没有违抗，决定亲手了结了自己的恩人山治。当时山治的战斗力还不算强，一番交战过后便被阿金按倒在地。面对恩人山治，阿金想起了那碗蛋炒饭，他流着眼泪告诉克里克自己无法对山治下手。失去耐心的克里克用毒气攻击所有人，阿金却把防毒面具丢给了路飞，自己身中剧毒，生命垂危。在路飞打败克里克之后，阿金带着所有伙伴准备离开。临走时，他对路飞和山治说，我们伟大的航路再见吧。就是这一句话让他成为海贼王中最忙的角色。在此之后，但凡有不露正脸的新人物登场，都会被海米认定为是阿金。顶上战争过后，是选招募藤虎和绿牛为大将，绿牛一直没有露出正脸，于是被海米认定为阿金。绿牛的言行确实与阿金有点关系，他告诉藤虎自己3年没有吃饭，从时间上来看，正好是吃山治蛋炒饭的时候。绿牛还说，如果有美女喂的话可以吃，又与山治喜欢美女的性格不谋而合。在鬼岛大战时，凯多的女儿大和戴着鬼人的面具出现，也一度被认定为阿金。不过大和是一位身材哇塞的美女，与阿金瘦弱的身形不符合。随柳包的福子府也戴着面具，当他说认识七武海慎平时，也被海米认定为是阿金。
不过福兹福是曾经的 CP9 成员，因为弄丢了橡胶果实被关入监狱。还有岩灾进出场时也是戴着面具，从穿着打扮来看，一度被当作是推进城的上一任看守长，后来也被海米当成是阿金。当进的面具被索隆砍掉后，我们才知道他是被称为神的远古露纳利亚一族。真不知道什么时候阿金才能兑现那句我们伟大航路见。为什么说吃下2个恶魔果实的黑胡子会是最弱的四皇呢？在白胡子的船上装怂20多年，黑胡子如愿获得暗暗果实，获得吸收一切的力量后，黑胡子开启他称霸世界的计划。在巴拿马岛，黑胡子击败艾斯，与海军交换来七武海之位，利用七武海的身份闯入海底监狱。黑胡子招募到5位强大的伙伴，随后来到马林凡多，见到奄奄一息的白胡子。黑胡子仗着暗暗果实的能力，一边吸收阵阵果实的攻击，一边嘲讽白胡子的时代已过，却被老爹抓住破绽，胸口挨了从云切一刀，躺在地上喊爸爸求饶。最终在同伴的帮助下，黑胡子才干掉老爹，获得能毁灭世界的阵阵果实。面对金色大佛形态的战国，黑胡子被一巴掌拍吐血，依旧叫嚣着卡普和战国是过气的老东西。不过在面对红发海贼团时，黑胡子是真的认怂了，调侃香克斯左眼的伤疤后，带着伙伴乖乖离开。顶上战争完结后，黑胡子迅速抢占白胡子的地盘。在1年前的了结之战中，黑胡子击败马尔科率领的众多队长后，继位白胡子当上四皇。马尔科评价黑胡子的战斗力已经强大到他们无法企及的地步。吴老星对黑胡子也很忌惮，他们没见过能吃2个果实的人，黑胡子是第一个。到底能爆发什么样的力量，5个老头心里也没底。伊姆将黑胡子的悬赏令砍碎，也是在忌惮他会威胁到天龙人的统治吗？七武海制度废除后，黑胡子立马带人来到九蛇岛，目的是抢夺汉库克的甜甜果实。2个伙伴被石化后，黑胡子趁机抓住汉库克。此时雷利抵达九蛇岛，让汉库克解除石化，迫使黑胡子乖乖离开。事后雷利说自己老了，打不赢现在的黑胡子。离开九蛇岛后，黑胡子率队攻击刚从和之国离开的红心海贼团。罗被毒 Q 用变变果实的能力变成美女，随后便用强大的霸气成功化解。在与罗的战斗中，黑胡子一度处于下风，被手术果实的觉醒能力重伤，迫不得已才使用暗暗果实战斗。黑胡子也暴露出最大的缺点，就是对霸气的修炼太弱。凯多曾经对路飞说过，唯独霸气才能凌驾于一切。如此看来，太依赖恶魔果实的黑胡子或许才是最弱的四皇，比假四皇巴基强是理所当然。但面对真四皇最强剑豪鹰眼，黑胡子能打得赢吗？海军有3大将，四皇团有3灾3将星。你知道革命军的3大战力叫什么吗？顶上战争期间，海军的3大将是青雉、黄猿和赤犬。青雉的内心炙热，却吃了最冰冷的果实，能将世间万物瞬间冰封。黄猿性格懒散，却吃了最快的闪闪果实，8尺描边玉打的都是人情世故。赤犬内心冰冷，却吃了最炎热的岩浆果实，将一切恶势力燃烧殆尽。顶上战争过后，老牌3大将还剩黄猿一人。赤犬通过世界征兵招来2位怪物，一位是盲人藤虎，能凭空召唤巨大陨石，破坏力不输赤犬的岩浆果实；另一位是森林人绿牛，也是最弱的海军大将，在和之国被香克斯吓跑。Big Mom 海贼团有3将星，第1将星是卡塔库利，拥有霸王色霸气，果实开发到觉醒状态，见闻色还能预见未来。第2将星叫斯木吉，有名划水王，9亿的赏金，8亿的腿。第3将是克利架，一个把路飞喂吐的饼干人。百兽海贼团有3灾，岩灾进是远古露纳利亚一族，激发索隆觉醒霸王色后被砍掉一只翅膀战败。一灾奎因是改造人，赏金13亿2千万贝利，被100贝利的乔巴打脸。旱灾杰克有名靠船王，赏金10亿贝利，象牙却值9亿。草帽团有3吃，山治是花痴，见到美女能喷鼻血到丧命；索隆是路痴，大秘宝就在索隆指的方向；沈平是鱼翅，牙口不好最好不要吃。红发海贼团有3枪，本贝克曼用枪让黄猿乖乖举起双手，耶稣布是最顶级的狙击手。海贼王中死的第1个人就是拉杰路用枪干掉的。白胡子海贼团有16位队长，3大主力也就是3位队长。至于巴基手下的3大战力，你觉得该怎么称呼鹰眼和老沙呢？在龙的革命军中，除了东南西北4位军队长外，还有3位强悍的人，他们都算是国王。伊万科夫是伟大航路的军队长，早年与龙一起创建革命军，还是卡马巴卡王国。至于是不是女王，还得看伊万科夫的性别。巴索罗妙雄也是革命军早期的干部，被海军逮捕后判了无期徒刑，迫不得已称为七武海。在香波地群岛时，大雄主动介入雷利与黄猿的战斗，实力应该很接近大将，因为他曾是索尔贝王国的国王，也被世人称为暴君雄。萨博是革命军的参谋长，地位仅次于龙。在世界会议期间，萨博的义弟斯特里已经成为戈亚王国的国王。
如果萨博不离开故乡，亦或想他回到戈亚王国，国王的位置非他莫属。你可能不知道白胡子到底有多强，赤犬才是最清楚的人。白胡子刚刚抵达马林凡多，战国立马紧张起来，让手下10万精兵认真对待，即便是人数占据优势，也不能确保会获胜。战国与白胡子是老对手，表现得如此紧张，也是认可白胡子强大的战斗力。卡普见到白胡子发动阵阵果实，也立马紧张起来。他向手下的士兵强调，世界最强的男人要攻过来了，显然是忌惮白胡子毁灭世界的力量。作为世界最强剑豪鹰眼，见到白胡子的第一反应是攻击，目标却不是想打倒对手，而是想测试最强剑豪与最强男人的差距。可见在鹰眼心目中，自己的实力比白胡子差很多。多弗朗明哥见到了白胡子，表面上显得很淡定，却称赞白胡子的力量太可怕，不愧是最强男人。香克斯在罗杰船上当实习医生，与白胡子海贼团经常交战，也很清楚白胡子的实力。在马林凡多，香克斯宁可与10万海兵开战，也要带走白胡子和艾斯的遗体。在他心目中，白胡子是强者，更是值得敬佩的对手，绝不允许有人在白胡子的遗体上做文章。巴雷特也在罗杰船上待过，在他看来，白胡子只是拥有怪力的老头，实力或许很强，却和罗杰一样都是失败者。为了所谓的同伴而丢掉性命，都是弱者的表现。前海军3大将都与白胡子有过交手，轻质冰封白胡子制造的巨大海啸，自己却被对方从空中击落。即便用冰冻住白胡子，却强调震动无法冻住。与白胡子的多次交战，也没占到便宜。黄猿对白胡子略微有点轻视，企图用一招8尺琼勾玉干掉对方，结果被马尔科全部挡下，自己还挨了小马哥一脚。赤犬与白胡子交战最多，也是最了解世界最强男人战斗力的人。他比黄猿和轻质明智一些，在白胡子没受伤前，只是打打嘴炮，不敢硬刚。直到大窝蜘蛛刺穿白胡子的身体，赤犬才选择出手。此时白胡子的战斗力已经减弱。一番交战过后，赤犬略占上风，重创白胡子的胸口。当赤犬干掉艾斯之后，白胡子彻底愤怒，一记重拳砸向赤犬的脑袋。最后，赤犬被白胡子打到裂缝之中，也算彻底感受了能毁灭世界的力量。为什么会有人觉得香克斯是绿牛的救命恩人呢？最早提到绿牛的人是七武海多弗朗明哥，他说藤虎和绿牛一样，通过世界征兵晋升为海军大将，因为战斗力异常强大，也被世人称为怪物。不过明哥敢主动攻击藤虎，自然也不会把绿牛放在眼里。世界会议期间，藤虎来到圣地玛丽乔亚，赤犬立马命令绿牛将他赶走。如此来看，在赤犬心目中，绿牛的实力要比藤虎强一些吗？不过绿牛的行动却打了赤犬的脸。当藤虎主动要求打一架的时候，绿牛直接说还是饶了我吧，显然是不想与藤虎爆发战斗。藤虎敢如此挑衅绿牛，也是认定打起来不会输给对方。经过9年的伏笔，绿牛终于在和之国登场。他对自己的战斗力非常有信心，轻轻松松干掉被武士联盟打败的百兽海贼团。赏金接近14亿贝利的岩灾镜和赏金超13亿贝利的奎因，在绿牛面前也是不堪一击。当赤犬命令绿牛不要招惹武士时，他并没有听从命令，打算一个人去干掉草帽一伙，取下路飞的首级后找赤犬邀功。在面对赤鞘九侠时，绿牛再一次展现出碾压级别的实力，何松和雷藏等人被绿牛轻松击败。随后大和也加入战斗，他用狼牙棒打中绿牛的脑袋。虽然绿牛夸赞大和的霸气非常强大，还是用藤蔓将大和轻松击败。大和也认为自己和武士打不过绿牛，让桃之助寻求路飞的帮助。在四皇香克斯面前，被称为怪物的大将绿牛只能算是小喽啰。得知绿牛要对路飞出手后，香克斯释放超远距离的霸王色，将绿牛全身麻痹。随后香克斯怒斥绿牛：“你就那么害怕新时代的嫩芽吗？”绿牛听完香克斯的话后，也不敢对路飞等人下手，立马灰溜溜的跑了。这也证实了香克斯的确有看不起绿牛的资格。从绿牛来到和之国后，他的所有行动都被路飞、索隆、山治和慎平看在眼里。当绿牛被香克斯赶走后，路飞很惬意地对索隆等人说：“看来桃之助是不需要他们去帮忙了。”索隆也肯定了路飞的说法，可见他也有信心能击退大将绿牛。如此来看，香克斯用霸王色喝退绿牛，并不是在帮助路飞，反而是救了大将绿牛一条命。你们觉得呢？鹰眼评价大将藤虎的战斗力依然比索隆强一些。路飞在德雷斯罗萨见到藤虎，仅仅凭借对方身上的气息，就认定藤虎有非常强悍的实力。到了与藤虎正面战斗时，路飞没有拿出全部实力，还是被藤虎揍了一顿。这也印证了一个事实：身上缺少点东西的人都不要惹。索隆见到藤虎后立马紧张起来，将手按在刀柄上准备战斗。万万没想到藤虎居然询问他赌场的位置，索隆直接懵逼了，认真的回答一句不清楚。与藤虎交战，索隆多少有点吃亏，被对方一招重力刀打到嘴角流血。好在索隆用出飞翔斩击找回了一些场子，实力也得到了藤虎的认可。多弗朗明哥对藤虎的来历很清楚，
在世界征兵中被破格提升为海军大将，也因强大的战斗力被世人称为怪物。当藤虎从外太空召唤来巨大的陨石，明哥露出了惊恐的表情，算是被藤虎的实力震撼到了。不过在明哥心目中，藤虎不一定比自己强多少，主动挑起事端不说，甚至还要干掉这位海军大将。被赏金只有3亿的明哥贬低，藤虎的面子算是丢了。罗与藤虎也有过交手，见到从天而降的陨石，罗和明哥一样露出的惊恐的表情。当被藤虎和明哥抓住后，罗的表现非常镇定，趁机从重力刀下逃走。可见罗与藤虎的实力差距也不算大，至少不会在藤虎手中丧命。萨博吃下烧烧果实后，一点没有把藤虎放在眼里，一个人挡住所有海军，当着藤虎的面秒杀海军中将巴斯提尤。随后与藤虎1对1战斗，显得略微有点吃力，不过场面上是5-5开，两人的实力也算在同一水平。在世界会议期间，萨博率领3位军队长向天龙人宣战，与藤虎和绿牛在玛丽乔亚爆发战斗，结果是萨博等人安全逃走，藤虎的脑袋留下了绷带。赤犬破格提升藤虎为大将，一定很清楚他的实力。虽然藤虎向利库王下跪道歉，让赤犬的面子丢了一地，也没有亲自去收拾藤虎。在七武海制度废除后，赤犬主动给藤虎打电话，讨论如何应对混乱的局势。可见在赤犬心目中，藤虎比绿牛和黄猿要强一些，也更加值得依靠。绿牛也是通过世界征兵当上海军大将，对藤虎的实力一定很清楚。当赤犬命令他赶走藤虎时，绿牛没有乖乖听话，反而请藤虎吃了一碗面。绿牛很清楚与藤虎交战，自己并不能100%获胜。在剧场版狂热行动中，索隆劈开藤虎的陨石后不知怎么应对，好在鹰眼出手将陨石砍碎，才避免后续的伤害。鹰眼的这次出手也认定索隆不如藤虎，至少还不能将陨石砍成碎片。在大佬们的眼中，黄猿到底是弱还是强？香克斯拔刀差点干掉黄老爷子，得知大外甥揍了主子天龙人，黄猿立马请求出战，骑着炮弹飞到香波地群岛，刚落地就秀了一波实力，一脚雷射光线踢爆巨大红树，直接吓尿2个小海贼。遇到所谓的极恶世代，黄猿一脚一个踢得很开心，阿普却有点看不起黄猿，主动攻击斩断黄猿的身体，随后脑袋就被狠狠踢了一脚。卡普知道雷利隐藏在香波地群岛，叫手下千万不要告诉战国，随后还补了一句，对付雷利海军得做好充分准备，好像在暗示黄猿对上雷利会吃亏。在当年的草帽团看来，黄猿就是无敌的存在，所有攻击对眼前的敌人一点效果没有。看着索隆被黄猿踩在脚下，路飞终于认怂了，让伙伴们快点逃走。雷利与黄猿进行战斗，场面上略微占据一些优势，用刀划伤黄猿的脸颊，一边气喘吁吁地说自己身体不行，一边还想着去帮助草帽一伙，有点不把大将当回事。顶上战争开打后，黄猿想着快点打卡下班，朝着白胡子甩出8尺琼勾玉。面对黄猿的攻击，白胡子站着纹丝不动，只说了一句还真是耀眼，表明黄猿的大招是花架子。马尔科挡住8尺琼勾玉后，调侃黄猿的攻击很有效果，随后就将黄猿一脚踢飞。小马哥表现得如此轻松，是有自信应对大将黄猿吧？面对同样身为4皇2把手的本贝克曼，黄猿被一句不要动吓得不轻，只能乖乖举起双手，实力比本贝克曼差了一截。黄猿还被萨博瞧不起过，在剧场版狂热行动中，黄猿甩出8尺琼勾玉攻击路飞等人，被萨博一记火拳挡下后，也不敢继续攻击。在泽法眼中，黄猿实力很强，但太依赖恶魔果实，也反映出他的霸气不强。在顶级强者的战斗中，霸气尤为关键。可见泽法不认为黄猿是顶级强者。对4皇香克斯来说，可以随时杀掉黄猿。在剧场版红发歌姬中，黄猿接到命令抓捕乌塔，愤怒的香克斯挡下8尺琼勾玉后，直接瞬移到黄猿面前，用刀指着黄猿的喉咙，但凡黄老爷子敢动一下，香克斯就能让他人头落地。在8位海军大将中，只有战国确定拥有霸王色，他的战斗力能匹敌4皇吗？路飞击败老沙之后，海军立马召开七武海会议，商讨谁来填补空缺的位置。明哥却在会场戏弄2个海兵，让他们互相残杀。战国到场后轻轻呵斥一声，明哥也不敢继续造次，对战国表现出了畏惧。白胡子与战国是老对手，两人在马林范多见面，战国让手下10万精英小心点。白胡子拥有毁灭世界的能力，即便人数超过对方也可能战败。白胡子与战国争斗几十年，相比战国的实力，白胡子更加忌惮对方的谋略，对战国的每一次排兵布阵都很小心。卡普与战国是多年征战的同事，战国到底有多少战斗力他最清楚。看到艾斯被赤犬贯穿身体，卡普彻底愤怒，打算干掉赤犬，却被战国一巴掌按住脑袋。随后卡普对战国说，让他一直按住自己，否则真的会杀掉赤犬，也认定战国能限制住冲动的自己。黑胡子拿到阵阵果实后，立刻宣布自己才是最强的人，挑衅10万海兵中没一个能打的。战国立马变成大佛形态，
一巴掌将黑胡子全团拍吐血。不过黑胡子并没有受重伤，与战国单挑也是不相上下。巴沙斯有点看不起战国，跳出来帮助黑胡子，结果被卡普一拳头揍飞。见到卡普和战国两大强者，黑胡子一点也没放在眼里，骂骂咧咧地称他们是过时的老东西。同样看不起战国的还有杰克。路飞打败多弗朗明哥后，战国陪同赫一起押送明哥去海底监狱。杰克明知对方是战国和藤虎，依旧下令把船靠过去，显然是看不起战国和藤虎，结果差点被打死。当上元帅后，赤犬是谁的面子也不给，当面骂吴老星是天龙人的奴隶，又怒斥战国是半隐退的人，让老领导快点从他眼前消失。罗杰向海军自首后，最愤怒的人却是金狮子。他一个人闯入海军基地，与战国和卡普大战3天3夜，战败后被关入海底监狱。可见在20多年前，战国和卡普一样，都是海军中最顶级的强者。罗杰在无名小岛干掉一群海兵，随后认真地说了一句，想要逮捕他得让卡普或者战国来才行。罗杰如此说是认可战国能匹敌自己，战斗力已经超越四皇了吧。卡普明目张胆地保护路飞，战国与赫也得给路飞善后。卡普给路飞的人生规划是当海军，每次路飞说要做海贼，都会吃上一顿爱之铁拳。路飞出海冒险后，卡普一直关注大孙子的动向，在东海击溃阿龙的鱼人海贼团，卡普没有过问。在阿拉巴斯坦，路飞打败七武海克洛克达尔，卡普也没有过问。当路飞闯入司法岛救罗宾，打败了 CP9 组织，也射穿了世界政府的旗帜，等同向海军正面宣战。卡普知道路飞闯了大祸，特意来到七水之都，公开路飞是自己的大孙子。卡普的这番操作等同向世界宣告，路飞是我的大孙子，不管你是海军还是海贼，找路飞麻烦都得掂量掂量。青雉听完后直接原地睡着，显然是明白了卡普的用意。路飞在恐怖三维帆船击败莫利亚，海军派遣暴君熊去抹除草帽一伙，无奈大熊是路飞的自家叔叔，考验完草帽一伙的忠诚度后，便回到了马林范多交差。战国见到大熊直接暴跳如雷，认为凭借他的实力不可能让草帽一伙逃走，甚至怀疑大熊接近海军是别有用心。此时卡普站了出来，他告诉战国不要慌张，路飞不是打败一个七武海就到处炫耀的人。随后拿出新买的茶给战国喝，成功化解了路飞的危机。路飞在香波地群岛打飞天龙人，卡普让手下不要告诉战国，自己会去处理，结果卡普什么也没做。最后雷利挡住大将黄猿，暴君熊拍飞草帽团所有人，卡普又一次间接救了路飞。闯入海底监狱救艾斯，路飞算是彻底惹怒了战国。卡普还在一旁夸赞自己的大孙子。战国气愤地抓着卡普说，为了给路飞擦屁股，他与贺婆婆动用了不少关系。可见在保护路飞的道路上，卡普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见到路飞从天而降来到马林范多，卡普也觉得不可思议。战国直接说又是卡普的家人在搞事情，这不明摆着救路飞吗？在场的人中谁还敢动卡普的孙子吗？当路飞来到处行台时，卡普故意闭上眼睛，当着众人的面挨了路飞一拳，演技略微有点拙劣。从蛋糕岛逃出来后，路飞被摩格斯称为第五皇，却被凯多和大妈两位四皇盯上了。陶兔比卡普还要紧张，第一个站出来担忧路飞的安全，茶豚也站出来夸赞路飞的赏金涨得很快。这两位大将候补都很给卡普面子，在泰佐洛事件中也没有对草帽一伙出手。这个打了娜美一巴掌的女人，居然想着用身材来替娜美还债。她叫贝尔梅尔，曾经也是一名不良少年，因为看不惯海贼欺负百姓，她毅然决定加入海军。在对抗海贼的战争中，贝尔梅尔身受重伤，就当她要放弃生命的时候，两个小女孩出现在战场上。贝尔梅尔不顾身体的伤痛，历经狂风暴雨，将他们带回可可西亚村。看着可爱的娜美与诺奇高姐妹，贝尔梅尔决定做两个孩子的母亲，凭借一个人的能力将他们培养长大。因为是诺奇高和娜美给了他新生命。抚养两个孩子需要很多的钱，贝尔梅尔一家的生活过得很拮据。娜美经常因为没钱买书，跑到图书馆偷书看，被驻警阿健抓住后送回家。贝尔梅尔很坦诚地说没有钱，要不用身材来补偿吧，弄得阿健面红耳赤。看到娜美画出的航海图，贝尔梅尔也觉得非常惊讶，很难想象一个小女孩能画出如此精良的地图。为了让两个孩子健康成长，贝尔梅尔经常不吃饭，还骗两个孩子说自己在减肥。他把诺奇高的衣服修改后给娜美穿，这让娜美觉得自己不重要，只能穿姐姐剩下的旧衣服。气愤的娜美还说了，她与诺奇高没有血缘关系，贝尔梅尔也只是自己的养母罢了。贝尔梅尔没有忍住，打了娜美一巴掌，看着娜美哭啼着跑出家门，他也意识到自己做错了，让诺奇高去把娜美找回来。娜美也从阿健口中得知贝尔梅尔的过去，她原谅了母亲，与诺奇高一起回家。看着娜美和诺奇高开心的身影，村民们也很开心，两个孩子长大了。就在此时，阿龙海贼团来到了可可西亚村，他们要求村民每人每月上交10万贝利，否则就会丧命。
正当阿龙海贼团要离开的时候，发现了住在村子角落的娜美家。面对身为鱼人的阿龙，贝尔梅尔的枪毫无作用，很快便被阿龙踩在脚下。为了保护娜美和诺奇高，他决定放弃自己的生命，用仅有的10万贝利给2个孩子交了保护费。虽然村民们极力的保护娜美一家，可面对强大的阿龙海贼团显得不堪一击。最后贝尔梅尔倒在了阿龙的枪下，离开了娜美和诺奇高。娜美也因为绘制航海图的才能，被阿龙的鱼人海贼团带走了。为了保护可可西亚村庄，娜美决定加入阿龙海贼团，用1亿贝利购买村子的自由，因此也被村民误解为叛徒。众多强者评价赤犬的战斗力，当上元帅后，赤犬真的变弱了吗？顶上战争刚刚开打，赤犬就展示了毁天灭地的力量，用一记大喷火融化乔兹扔出的巨大冰块，随后无数个岩浆弹从天而降，将大地变成熔岩火海。白胡子用剃刀接住一个岩浆弹，轻轻吹了一口气，将火焰熄灭。随后对赤犬说了一句：“岩浆小鬼，还是回家点蜡烛吧。”对世界最强男人来说，赤犬的战斗力还是弱了一点。看到艾斯的身体被岩浆拳头击穿，卡普愤怒着朝赤犬走去，嘴里念叨着要干掉赤犬。战国立马跑过去，一巴掌按住卡普的脑袋。此时卡普对战国说，希望他一直按着自己，不然会取下赤犬的脑袋。卡普如此说，是自信实力比赤犬强。战国与卡普相识几十年，也非常了解卡普的战斗力，之所以拦住卡普，也是认可他有实力灭掉赤犬。为了保护路飞安全离开马林凡多，马尔科携手白胡子海贼团所有人拿出拼命的气势对抗赤犬。马尔科与赤犬有过交手，他很清楚赤犬与轻质黄猿不同，要想从他手中救下路飞，必须拿出舍命的觉悟。香克斯瞬移来到马林凡多，单手挡下赤犬的岩浆拳头后，直接去捡路飞丢掉的草帽，完全把赤犬当成了空气。赤犬对香克斯是敢怒不敢言，更加不敢动手。香克斯敢如此无视赤犬，是认定赤犬的实力不值一提。从白胡子手中得到阵阵果实后，黑胡子自信是最强男人，没有把马林凡多的任何强者放在眼里。可到了与赤犬正面战斗的时候，黑胡子却认怂了，说了一句还不是战斗的时候，带着全团成员跑路。装怂还能装得这么有面子，黑胡子的确有点东西。大败兴致当上元帅后，赤犬是升职加薪抽雪茄，却丢了男人最重要的东西面子。不管是谁都敢怼赤犬一顿，是他的战斗力下降了吗？藤虎是赤犬招来的下属，却没有把领导当回事，擅自决定给利库王下跪，还在电话中与赤犬对骂，甚至想和赤犬当面干一架。这是自信能打赢赤犬吧？绿牛也是赤犬招来的兵，当赤犬命令他去赶走藤虎时，绿牛没有听从命令，却请藤虎吃了一碗面，又把赤犬的面子丢一地。赤犬当面骂吴老星是天龙人的奴隶，是有点装逼过头了吧？5个老头没有惯着赤犬，呵斥赤犬的面子不值一提，并让赤犬干好该干的事儿。CP0 的陆奇算是赤犬的后辈，为了阻止路飞打败泰索诺，陆奇命令赤犬给自己派遣10艘军舰。赤犬嘴上没有直接答应，甚至还调侃陆奇是天龙人的走狗，行动上却很听话，乖乖派去了10艘军舰。陆奇敢如此命令赤犬，也是相信打起来不会输给赤犬。